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our Programmatic Connect digital series, where we'll be discussing all things mobile programmatic with esteemed personalities from the industry. In today's episode, we'll be sharing some user acquisition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social casino apps that you can incorporate into your next campaign. Get yourselves comfortable and let's listen to some amazing insights from Wayne Kin, co founder and user acquisition director of Trywin Games.非常感谢维尼来参加我们这次Programmatic Connect 的一个 interview，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区呢第一次采取这样的形式，然后和中国的出海者去聊一聊关于程序化广告和关于这个出海的一些话题。整个这个会议的部分呢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可能会讲一些行业内的一些趋势啊。然后第2个部分呢，会讲一些可能具体的比较干货的内容。最后咱们也可能会对，维尼这块自己也会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去提问。这个关于这个第一期的内容的话，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了这个 Terran 的秦总，co-founder 维尼秦，呃，我们现在先让秦总的话做一个介绍，就是说介绍一下关于 Terran 的公司的情况和现在的业务怎么样？秦总，你这边要不然先介绍一下。好的，我们公司呢其实叫 Trywin Games，我们成立于2018年的1月份，然后我们 base 在深圳，现在大概有50多人，然后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就是专注在海外休闲博彩游戏发行的公司。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业务其实是老虎机，就是主要的市场呢是在欧美，在北美和澳洲这些地方。然后公司的初创团队呢，之前都是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比较多的年份，对老虎机产品和市场有着比较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发行了有 Grand Jackpot， 然后 Gold Fortune、Tycoon Casino、Cashstone、Triple Win 等等产品。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介绍。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出海就是博彩类产品这块儿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口。当时您就是加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您是怎样看到说这个机会的呢？然后说对于这么多竞争，就是竞争对手当中，您是怎么说识别机会，然后决定去杀出一条血路呢？我们最开始选择这个领域其实有几个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的话，之前的工作都是在这个领域，所以对这个领域都比较熟悉。一般来说，创业来说的话，就是肯定是做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这样的对于自己来说，你的把握和成功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领域的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潜力，因为休闲博彩这个细分领域啊，在海外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成熟的领域，并且它的天花板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像 Playtika、像 Product Madness、IGS 这些公司的话，他们在海外已经深耕了很多年，也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可以看到，像美国的畅销榜的，比如说前30的话，前50都是有很多款 casino 类的游戏的。我们觉得这个领域肯定是可以赚到钱的。成熟的领域呢，就意味着你不需要去教育用户和培育市场，你只要产品做得好，在这个领域就一定能够赚到钱。然后第3个原因呢，social casino 这个领域的产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命周期特别长。我们可以看到，像 Playtika 的几款产品的话，都是到现在为止上线已经有8、9年的一个历史了，到现在为止依然维持着非常高的一个 DAU 用户数还有收入，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想做一家公司是做一个比较长线的公司，并不是搞短平快一波流收割的类型，所以呢，选择这个领域也是为了一个对公司来说比较长线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之前有了解到咱们这边好像之前都是有这个博彩类的背景，而且在海外这一块的话，
像欧美这边它是有一个很深的文化领域的，所以觉得博彩类的话，对于产品这块要求还是蛮高的。而且之前我也有读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报道说贵公司在这方面的产品上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研发的努力啊，在这边。其实出海这块儿，咱们每次去聊的话，其实都会绕不开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在用户获取这一块儿。然后现在呢，出海这么多年，在国内的这些出海的这些企业呢，其实他们也会面临一个问题。目前一般的都是有一些大的社交媒体的流量啊，和像谷歌、Facebook 啊，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网盟类的流量，包括现在新兴的程序化广告的这一块儿。那您其实应该这些合作伙伴您都有合作过，然后对于最近新兴的这个程序化广告这块，您是怎么看的呢？是，确实是这样。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从事这个休闲博彩游戏以及其他产品的市场推广和投放的话，已经有很多年的一个经验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程序化广告在这几年的广告市场和营销支出中的占比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2、3年以前，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前的话，我们的市场推广、市场营销支出里面几乎是没有程序化广告的部分，我们几乎都投入在 Facebook、Google、Unity 这样的一些渠道。但是这几年的话，程序化广告的广告支出已经占到我们广告支出的相当的一部分，在某些时间段可能占到了30%到40%。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现在的一些程序化广告平台的话，其实它都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技术功底，比如说像我们的 Aki 这样的，它虽然不像 Facebook 和 Google 那样有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流量池，但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比较科学的一些算法和比较先进的一些引擎的技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优化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的广告主去购买到我们想要的用户。那这个的话，给我们的市场购买策略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支持。从我的理解来看的话，在未来的话，程序化平台这块的广告支出的话，应该会在广告主的营销支出中占比会越来越高，而且绝大部分程序化平台的话，他们会提供一站式的广告营销的解决方案，从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话，也可以给广告主节省比较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您在这边总结的非常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对于程序化广告这块，在中国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认知，也不是说比较新的一个阶段，因为一直都会有一些 DSP 啊，或者是说广告平台的一些概念出现，包括有一些公司也会出售这样的服务，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不是很好。然后另外有一点呢是，所有人会有一个认知，就是觉得在做程序化广告的时候，因为前面会有一个冷启动的时期嘛，探索时期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其实是需要客户这边有一个足够的耐心的，然后还要有给到这个数据的支撑。就当您最开始接触程序化广告的时候，您这一阶段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过来的呢？能了解一下吗？可以啊。我们在最开始接触这一类平台的时候，其实也是抱有一定的疑问的。尤其大多数程序化平台在刚开始的测试期，其实数据表现通常来说是比较差的，因为它缺乏一个数据的积累。我们在最开始呢，也是有过否定，或者是有过比如说暂停广告这样的一些操作。但是我觉得还是保持沟通和一个对平台的比较充分的了解吧。我们在了解到这些平台的一些优化过程和学习周期以后呢，通常会给予一个比较好的耐心。当然因为我们自己的产品的投放预算本身也比较大，我们觉得从这里面拿出一部分市场支出的份额出来，给这类平台给他一个机会和一个学习的过程的话，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可以承担这个风险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充分的沟通和了解之后呢，一般都是会给他们一个比较长的学习期，
事实结果来看呢，我们确实在经过这个学习期以后，也可以获得一个令我们满意的结果。在初始阶段过去以后，我们这个相互的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呢，现在有新的态度上线，就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对数据不信任或者是没有耐心这个现象了。我们现在新的态度上线就会开始和程序化平台进行对接，然后开始积累数据去完成这个学习周期。同时我们也会开放一些数据给这些平台，比如说已有的一些安装或者付费的一些数据的话，尽可能让平台去缩短这个学习周期。在这一点上确实能感受到您对这个新事物确实还是很包容的，而且很开放。包括我们之前合作的沟通也都是互相能够把彼此的这一些担心啊、沟通，非常坦诚都说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去努力找这个解决方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这个产品确实能够优化的越来越好。然后其实移动程序化广告这一块应该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一个行业，就是它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经常会有一些更新。大概您也用这个就是用这个移动化程序化广告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然后您比如说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希望说在下一次比如说技术更新的时候，它能解决这个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于您这边做用户获取这块。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对程序化广告平台一个比较大的期待是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希望这个学习周期可以尽可能的缩短一些，当然这个比较依赖于平台本身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东西，包括算法啊，包括优化的策略等等。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这个投放的过程能够更加稳定，就是尽量不要出现大波动的情况。比如说这一周效果很好，然后下一周或者下下周的话效果很差，这种波动情况比较大的情况，尽量少的出现。然后同时也是希望能够更加的降低我们的一个获客的成本，提升获客的量级。当然这几点大概也是每一个广告主都希望做到的事情。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实际需求。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可能因为流量这边的话，它也会实时的会有一些变动，然后可能所以会造成这个整个的产品的表现会有一些波动，所以作为广告主来说，心脏一定要好。是。那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可能更多的人可能还比较关心这个干货的内容，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咱们，比如在推广之前啊，你这边比如说对于一个新的出海者说，他做出海之前，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比如说您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在去做这个产品、这个 app 推广之前，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地方？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吧。首先是要对自己的产品要非常了解，产品本身的特性的话，其实决定了你的市场获客的策略。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通常产品是有几种类型的，第一种是付费率比较高，但是人均付费金额比较低，或者是付费率比较低，但是人均付费金额比较高，或者是内购占比特别少，但是广告变现占比特别高。像这些不同的类型的话，其实决定你对这个产品它所适用的市场策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你的产品的推广之前的话，你要对产品本身的一些性质的话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二个呢是要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在一个产品开启市场推广前，应当对素材、渠道都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比如说在测试期就应该测试多种多样不同风格的素材，找到那些转化率好、效果好的素材，然后在开启大规模推广的时候，能够尽快用这些素材把量推上去。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不同渠道它的 bid 的设置啊，它的
转化率和点击率一些特点，对素材的要求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些呢，你通过这些去决定好不同渠道的一个预算的分配等等，对这些类做好一个相应的规划。然后第三个呢是要搭建好一个数据模型，对自己的产品关键的数据指标 KPI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比如说你的留存、你的付费、你的游戏类的一些数据要达到什么样的数据目标，都是要了解的比较清楚的。然后在开启你的推广之后，看看你的 campaign 距离这些数据目标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或者是已经超过了。如果是有差距的话，那就要不停的朝这些数据目标去优化。如果是超过你所设定的数据目标以后，就应该尽可能的去放量。明白。您这边确实说的非常全面，但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整个广告的转化这一块的话，跟素材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您现在已经投了就是不同渠道的一个广告，然后您在素材这块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吗？比如说哪种广告形式您会非常推荐的，或者说在广告，比如说广告内容上，您会突出去，比如说在做欧美这块。是突出游戏的特色呢，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广告内容去吸引用户进来呢？素材确实是在市场策略中占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决定了一个 campaign 的一个是跑得好还是不好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是可以直接决定你的获客成本、用户质量、获客量级等等。我们团队对素材这块一直也非常重视。你刚才也提到的话，一个产品的素材的创意的角度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向的。我们通常也会对不同的方向去做不同类型的素材，然后通过不断的这种测试、数据分析去迭代。举一个例子的话，像你刚才也提到，很多素材是会展示游戏本身的一个玩法，但是这个展示玩法本身的话，其实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一个游戏，尤其像我们老虎机这种游戏的话，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特效，有不同的玩法的。我们要通过视频把这些东西都要展示出来，也对用户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冲击力。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角度，比如说有一些真人和玩游戏相结合的一些素材，然后我们也会展示在一个视频里面展示不同的玩法和或者不同的主题，然后我们也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同的人之间的一个玩游戏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情况，等等，像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素材测试的方向。同时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还会关注市场上的一些创意的热点，不停的去更新我们的素材库。我们最常用的素材的形式还是视频吧，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占到80%-90%的一个素材的内容，主要还是视频可以展示的内容更多，然后能够在比如说能够在10秒到30秒的范围内的话，能够给用户展示比较多的一些玩法、主题、特效，还有甚至有一些视频可能包含一定的故事情节，可以让他经历一定的过程，然后最后中到大奖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用户一些身临其境的一些感受。通过这些角度的话，去吸引用户下载我们的游戏。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主要的广告形式还是会集中在视频上，同时可能也会更多的去尝试一些视网广告等等新的广告类型。明白。其实就是通过视频的形式，我们去展示这个游戏的玩法，或者说我们能够更生动的去展示一些游戏内的内容，这样能刺激到用户，这样他可能就是说他的整个引发他下载冲动会更多一些。对对。明白是这个意思。Thanks for tuning in to today's episode of Programmatic Connect Digital. Don't forget to follow us on our social media for more insightful videos coming your way.